这是现代生活中人们不可缺少的一种神器，在没有中央空调的环境中，它就是最佳的首选。眼前这些成圈的铜管就是空调中的冷凝器，一个机器会同时将6条铜管的一端拉起来，它会先使其通过滚轴支架来解开它们的扭结，然后再通过刀片把铜管切割成均匀合适的长短。接着切好的铜管会被送入到一个设备中，它可以沿着管子的中间将它们掰弯。这个工序会在每个铜管的中间形成一个 U 型的急弯，最终的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个铜制的大发夹一样。之后再利用机器将一卷铝片送入到冲模内，随着内部冲头的每一次按压，这些铝片将会被塑造成散热片的形状。安装一个空盘管需要至少100个这样的散热片，被压制完成后的散热片会整齐地码放在一起。一名工作人员会将金属棒插入到散热片的孔洞中，来保持这些散热片的排列整齐。接着他会在末端安装上一个钢制的底座，然后根据上面的孔洞准确地插入之前的铜管。散热片不仅是管道网的一部分，同时它也是盘管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它能让制冷机散出的热量更快地消散掉。接下来按压器会将金属棒压入到铜管中，来让铜管变大与散热片的小孔贴合在一起。下一步它们会被工人放入到液压折弯机里，通过器械的力量将盘管的尾端加以弯曲，这样可以使盘管的一端弯曲得更加自然，以便之后跟冷凝装置组合时更加的贴合。然后再使用 U 型的连接器把铜管的开口端闭合起来，并通过加热把铜管上的连接器做成防漏的形状。通过以上这些工序，这种空调盘管就制作完成了。现在需要来检测它是否存在漏气，技术人员会往里面灌入压缩空气来模拟制冷剂。用压缩空气检测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方式。如若盘管真的存在漏气的话，压缩空气并不会像制冷剂一样污染环境。等盘管充满压缩空气之后，工作人员会将其浸泡在水池里。如果水里面有气泡冒出，那么就说明这个盘管存在漏气，需要维修。厂长他大姨会全天密切观察每个盘管，检查它们在浮动过程中水面是否会冒泡。接下来开始准备组装整个冷凝器。工作人员首先会将压缩机固定在底座上，然后把盘管和电机以及风扇组装到一起，接着再安装一个含有化学物的干燥过滤器，以及为压缩器和风扇以及电机安装线圈和控制面板。之后再把盘管接上水泵排出里面的空气，其目的主要是为内部营造一个真空环境，来为之后添加制冷气体做好准备。最后工人会在接口处拧上备用阀门，并将空调传送到生产线去填充制冷剂。等到所有的组装完成后，剩下的就是包装和安装了。自此用户只需要通过遥控器就可以享受到舒适的气体了。